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拉爸。大家最近有在追阿提米斯的计划吗？就是 NASA 那个登月计划。然后他最近有释出了一些，不管是地球的照片啊，或是月球的照片，最近都释出了很多。然后最近你看这个阿提米斯，它这个月球的照片啊，有没有跟你平常自己拍的不一样？它是有颜色的。那我就想起了我之前到现在也是拍了非常多月球的照片。那其实你也可以拍出这种有颜色的照片。我就带大家看一下我之前拍的过程，然后跟大家说怎么样才能拍出这种有颜色的月球。好了，先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如果手机拍的话，一般人拍可能差不多就这样子，所以我那时候不太满足。那个时候有很多那种高倍的变焦 DC 啊，我那时候就很喜欢，我希望有一台轻便的 DC 放在身上，然后从近到远都拍得到，所以我那时候买了 Panasonic 的 GS40啊、60、80我都有买。它是30倍光学变焦，拍出来差不多就是像这样子。如果白天的话，其实已经不错了。以它能放在口袋里来说，它等效焦距大概是720毫米，拍出来就像这样子。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画质其实还是没有到非常的好，它的讯噪比并没有到非常的完美。不管是40、60、80啊，我那时候还不会叠图，所以我拍出来差不多就是这样子。但是我不是很满意，然后我就想要再进阶。我那时候也有单眼，我那时候单眼镜头最长的焦距是18到270的 APS-C 镜头，所以等效差不多400多毫米。这个就是单眼拍的照片，可以看得到，它虽然比较锐利，画质也比较好，但是毕竟焦距不足，所以它细节其实没有很多。画质变好了，但是细节并没有到好非常多。我那时候有用 D90 啊、D7000 啊、D700 啊，还有 D750 拍，其实效果都没有到很好，因为毕竟焦距太短了，所以我那时候又想要再找更高倍的变焦 DC。那时候最厉害的变焦 DC 是尼康的 P900， 所以我那时候刚好有个机会，我牙一咬也买了 P900。那 P900 拍出来的照片就不一样咯，可以看一下 P900 的拍的照片大概是这样子。P900 的它是第一台超高倍率的变焦 DC， 它有大概83倍变焦，然后等效焦距大概是2000毫米。2000毫米的话，其实如果你是单眼的话，你要达到这么远的焦距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。所以那时候这台推出的时候真的是惊为天人。但这台可以看得到，它画质虽然2000毫米差不多可以爆框，真的是细节已经好了非常多。而且我那时候还用了2种方式，不管是叠它的 JPEG 图啊，或是用录影截图的方式，想说毕竟大气的老流很大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用录影持续截图，可能持续录个5秒、10秒，然后截个1000张、500张，然后去叠图。但毕竟不管是 JPEG 或是录影，它都是已经有压缩过的资讯，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得到，虽然它有一些高频细节还是在，但是一些更精细的细节都已经被压缩掉了。但是我那时候已经觉得说，真的已经非常不错了，我那时候已经很满意了。然后后来我又不小心入了 N43 的坑，买了 EM1 Mark II 跟 EM5 Mark II， 然后这就是我用N43 拍的照片。我 N43 那时候最长的焦距大概是75到300那一颗，等效是600毫米，然后还有一颗500毫米的反射镜，所以等效是1000毫米。这就是我用 N43 拍的了。这个月亮也是应该是我用 EM1 Mark II， 因为它有 4K 录影，4K 录影它有效画素就有800万了。那叠完图之后，我觉得其实效果还不错。这应该是用500毫米反射镜，等效1000加上 4K 去叠的。其实效果我觉得跟尼康 P900 是可以分庭抗礼的。然后像这张就是用500毫米的反射镜跟 EM1 Mark II 叠出来的。你看，它就是有颜色的月亮了，有没有？这边蓝色、褐色跟这边的灰白色。其实这张我觉得已经算非常成功了。但细节还是有待加强。我原本以为我会到此为止就收手了，但是后来还是经不住诱惑买了尼康 P1000， 因为尼康 P1000 是第一台3000毫米的 DC， 这真的是超级长变焦，它有125倍光学变焦，等效就是3000毫米，
真的是惊为天人的数据。再加上它有弱档，所以它细节应该可以叠得更多。所以我们就看最后面，我用尼控 P1000叠出来的效果。这张就是尼控 P1000叠出来的，可以看得到细节真的是多了非常非常多。但是3000毫米其实会爆框，3000毫米会爆框，所以这个我好像是有再分批上下2半去叠图的。那这边要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尼控 P1000，它从24毫米直接拉到3000毫米的这个影片，我已经上了脚架了哦，但是可以看得到，因为3000毫米它真的是太远了，它还是会这样子一直晃一直晃，再加上大气的扰动啊，它真的非常明显。那然后这边是大概2000毫米，如果是 P900 的话，就大概是这个构图。然后这是3000毫米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真的是一点点微小的震动都可以让那画面这样一直晃一直晃。所以就算我想要拍很平静的弱档，我的快门按下去的时候，它那个震动还是太大了。所以如果我想要求最高品质的话，我可能就是要有遥控器或是别的装置，没办法用手拍出完全不晃的照片。所以有时候用录影截图是最简单的。好，那我们接下去看，也是用弱档拍的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也是有颜色的。总之在 N43 跟 P1000 这个感光元件很小的 DC， 我都成功叠出了这种有颜色的月球。如果你想要叠出这种有颜色的月球的话，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照片的品质一定要好，它一定要靠叠图，而且最好一定是要用RAW来叠图，因为你 JPEG 的它资讯真的太少了，你不管叠再多张，大概都没有办法叠出这种含有颜色资讯的照片。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尼控 P1000 拍出来的细节，就是等效3000毫米拍出来的。那顺便看一下我那天我用德沃3拍月亮的时候，它实际上操作的画面。这一天其实天空还是蛮多云的，没有办法拍星星。那我就想说，那我们来试着拍月亮好了。月亮的话，你可以从它的模式里面直接选择月亮，它就会帮你找到月亮。有没有看到它正在寻找月亮？然后它找到月亮之后，它会自动跟随月亮。这时候你还可以在右边选2倍变焦，好，2倍变焦完，其实就可以开始拍了。为什么我们要叠图？就是因为你看，空气中不只有扰动，还有这些云啊，叠图都可以让这些负面因素的影响变小。那我这边是选了20张，它其实快门非常快，拍完之后它会自动帮你叠图。我这边是拍了20张，这边就是它拍出来的照片，可以看到它自己机内叠出来的照片真的是锐利化的很严重，它的锐化开得很高。把它叠完的照片丢到那个 Serial 里面的话，它就是这样绿绿的。那我们直接先存 TIFF 档到 Photoshop 里面再处理。那我们丢到 Photoshop 里面之后，看一下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先执行自动白平衡。那我先自动色阶看看，但是这样没办法，这样会爆掉，还是先恢复原来的。我们只要先处理颜色的问题就好。最后我再尽力了，大概就只能弄出这样子了。所以德沃3它可能没有办法拉出那种颜色很好、品质很好的月亮。而且顺便提一下，德沃3它是800万画素，因为它 4K 800万画素。然后它如果拍月亮的话，它会再裁切2倍，等效就差不多1400、1500毫米。但是这个时候就只有200万画素而已。那我们把我们拍的这张跟它机内叠图的稍微来比较看看。可以看到机内叠图的，哇，它机内叠图锐化真的是非常的强，但是毕竟它可能这样子比较符合一般人喜好吧，因为它画素已经不够了，然后它锐化开强一点的话，观感可能会比较好。那我拍的这个太亮，我再稍微调整一下，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机内跟我修出来的这个差别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再看一下德沃3跟我之前 DC 拍的差别在哪里。拿这张P1000 拍的跟德沃3拍的比较，你就可以看得到它的大小真的是差蛮多的。
尼康 P1000是1600万画素，然后德沃夫3是200万画素，那这个时候它的体积差距就是差很大。但是不得不说，德沃夫3拍出来的细节是有的哦。那我再找几张跟它对比一下。好，我稍微排了一下。那现在最右边的就是尼康 P1000拍的，然后中间是用 EM1 Mark II 加上500毫米的反射镜，然后左上角就是高倍率变焦的 DC 拍出来的了，它等效是720毫米。那我们只看这个30倍高倍变焦的 DC 拍的跟这个德沃夫3拍的话，德沃夫3它的画素虽然更低，但是可以看出来它的品质会更好哦，你拍出来的月球品质会更好，所以这个就是画素不等于画质。那如果你要拍摄的话，它的焦段跟品质都很重要。那焦段够的话，你就可以用叠图的方式把品质冲高。所以拍月亮最好的方式就是焦距要多长有多长，然后有弱档的话一定要用弱档，能叠多少张就叠多少张，尽量叠，让它的影像的品质变高，这样你才有办法拉出有颜色的月亮。那基本上这就是拍月亮最好的方法。那以上就是这次的拍月亮分享啊，然后大家就可以看你期待自己拍出哪个程度的月亮，去选购你适合的器材。那如果觉得我的影片还不错的话，就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我是米拉爸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